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立法委员陈亭妃，吴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炳凤，大家好；时事评论黄义中老师，大家晚安；右边为你邀请到立法委员叶元之，大家好；桃园市议员贝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对，那全国所有的观众朋友跟我一样，大概都觉得对，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难过，因为在一开春那就发生了我们 F-16在夜航训练的时候，那失事这样一个意外。那飞官辛博义呢，现在还在搜救当中，不管有人昵称他叫小新或什么，希望全民大家一起集气，那能够早日搜救到辛博义，那他平安归来。当然，你说飞航训练，当然一定会有相当一些的风险，只是近年来老共一天到晚不断的在绕台啦，所有这些。对我们的空军弟兄来讲的话，不管在训练上面，飞机本身，因为飞机本身也有它的一些极限 ，OK， 那包括我们的训练上面都加大了非常多一些的压力。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那不免又讲到，包括国防预算的问题，包括飞机妥善率的问题，很多这一类都是大家在关心整个对于台湾防卫上面，包括我们国军弟兄那本身的一些安危的一些问题。好，那这件事情的会凸显出另外的一些，包括刚讲到国防预算这些嘛，那当然你要讲到国防，讲到所有的安全，美国跟委内瑞拉这件事情，大家就会讲，老美如果要是在台海之间有任何状况的话，老美会动手吗？他会用什么样一些方式来帮台湾呢？是直接派兵，还是用其他的援助？胜过国外有媒体直接讲说，如果真的发生台海风云的话，老美会被直接实施像类似这次委内瑞拉的动手吗？会这个样子吗？好，但不过一切还是一样，全民大家一起集气，希望飞官辛博义能够早日平安的归来。一开始先让你看一下空军相关的记者会，来。依照我们现在录音的这个操舰，它是有呼叫跳伞，没有得到这个信标机的讯号求救讯号，我们现在还没有市政可以证明飞行员确实有执行跳伞的动作。F-16有4大杀手：空中相撞、空间迷向、大机昏迷、操控撞击。夜航最容易发生的就是空间迷向跟操控撞击。那空间迷向可以分为已察觉跟未察觉。其实他昨天晚上已经知道他空间迷向也爆出来，同时他检查他的高度表已经下掉。我们飞行员的最后一道关卡就是弹射跳伞，所以他该做的都已经做了，而且我的队员长机已经想办法想把他带回来。来，任俊，这整件事情好，那希望辛博义能够平安归来。但是刚才看到空军的记者会里面也提到，包括夜航训练，老共最近一天到晚，你说他从那时候一直绕，我们也要加强我们的训练。可是刚刚特别提到，包括刚讲说，夜航所有的训练里面的4大杀手，所有这些空间迷向，我们以前曾经提过，但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很难了解说，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些情？可不可以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我还是觉得就是说。希望能够真的搜救到这位飞行员啦，因为所有人的价值都高于所谓的武器装备哦。那当然还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传来啊。不过因为今天空军对于整个的失事的状态稍微做了一点说明哦，那特别是在整个关键的时间点里面哦，到底发生什么事？后来有包含到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问答里面哦，其实大概可以拼凑出昨天晚上的几个关键时间点哦。首先是军方表示说，在19点27分30秒的时候呢，当时这个2号机哦就呼叫了一个叫 "Too Lost" 这样的一个情况哦。那事实上，昨天这2架昨天失事的这个战机哦，它基本上昨天执行的任务是2架战机作为编队飞行，那它担任的是僚机的部分啊。那它的概念是这样哦，就是说2架战机起飞完了之后，事实上担任长机的会先到一个预定的位置，然后这时候僚机会在后面。那只是这个时候位置会拉得非常长，好，它并不是这样子，大家觉得说很近，其实不会，它其实会非常长。那当它呼叫就是说这个 "Too Lost" 的时候，代表是他们进了云中。那事实上刚刚您特别提到说这个空间迷向哦，其实应该用这样讲。就说我们一般在飞行的时候，像我自己在飞行的时候，如果你的飞行高度不高，你就可以目视。对，就我现在看到我离原支有多远，我离将军有多远，所以我就知道我在他们2个的右手边。可是这是我看得到的状态。那夜航其实对空军来讲啊，因为你夜间的时候你是什么都看不见的，大家会觉得说我可以看星星啊，我可以看地面灯火哦。我跟你讲，这都是我们
这个没有飞行的人自己的讲法。你真正到天空去的时候，有很多状况不是像你所说，特别是进了云。所以在空军所有的训练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仪器飞行。那这个仪器飞行就是我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我只能看着前面的这个仪表。那一般民航我们可能叫做 EFIS 哦，就是说我透过这上面，然后去了解我飞机的这个状态到底是怎样。那以这一次被质疑，这叫 MMC 哦。事实上，它就是把所有的东西整合在一起。包含到我飞机的姿态，包含到我的高度，包含到我的升降速率，因为它会提供你，就是我这飞机到底现在是这样飞，还是我是这样飞，还是我是这样飞，从这个 MMC 里面其实都看得见。OK， 好，空军今天有讲，要不然我不知道，我其实飞的是歪的，因为你现在都是黑的，所以你知道空军在做训练的时候，早期他们的训练方式就把你座舱罩全部盖起来，然后呢会告诉你说你现在这个哪个仪表是坏的，哪个仪表是，然后呢让你在黑暗中可以去适应，就是眼睛去看到仪器，而不是看着外面。好，那在今天的记者会里面哦，我看到军方其实有承认，就是说它的 MMC 的部分哦，看起来在当下是没有办法提供飞行员足够的数据。OK， 所以他后来有讲了一句，就是说从现在回推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知道他的姿态，因为 MMC 是有问题。好，这里面还有一个可以佐证是。通常他的飞行员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如果我什么都看不见，特别是僚机的时候，他一定会通报长机。所以他跟长机之间的通话记录，这个空军我相信他一定有掌握。所以今天有说了一件事情，长机通知他做编队。什么叫做做编队？也就是我过去在飞行的时候，我们各自这样飞嘛。那结果我看不见的时候怎么办？长机要求他你要追上来，飞到我的旁边。OK， 我用这个角度给各位看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到，我飞到旁边的时候，这时候我可以看得到这一架飞机。那我可以看得到它的灯，因为它两边都会有灯，颜色会不同哦。那你才知道这对面来是左边还是右边嘛？哦，就它这样子的时候呢，这时候透过无线电通话，长机可以跟他说我们要左转，我就跟着左转；我要右转，我就可以右转。如果他有追上来，这一段时间就没有问题了。好，那我们就回到了他这个就是刚才那个连长说，本来是要把它带回来。对，长机有试图把它带回来。我们现在还原它整个的说法啊。好，大家可以看到时间点1的时候呢，它的当时的高度是在7600尺。好，在7600尺，而且是19点27分30秒的时候，到了第2点的时间点，你会看到是19点28分18秒。这中间总共经过了48秒的时间。经过48秒的时间，结果呢？你现在可以想象哦，就是他原先是在这么后方，当长机要求你回来做编队的时候，他要不要时间往前走？要。所以这时候如果他是正常姿态的时候，他会这样飞。可是你可以看到在第2个时间点的时候，这个僚机喊了一件事情。我现在高度一直在掉，一直在下掉，所以你可以看到原先从第1时间点是7600尺到4000尺。所以对这个飞行员来讲，他一定觉得我是在这个状态之下我在飞。可是当他因为他的 MMC 看起来啦，在当下应该是没有办法让他信任。所以他知道高度在往下掉的时候，他一定回头，他一定看了备用的仪表。什么是备用仪表？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整合在电脑上面，可是电脑如果当掉呢，画面不能用，这时候他就会去看传统的，比如说。它上面一定有这个传统的这个东西叫高度计，这高度计它一定有发现到我原先在7600的位置，可是我的高度计不对了，我的位置掉下来了，所以这时候它才会有呼叫说我现在的高度一直在掉，所以呢，你就会比较就是如果它是平飞的状态，它有仪表可以做，它基本上会这样前进。但它当时到底是这样子前进，还是其实它的姿态跑掉了，是这样子前进？这个目前为止，老实说，因为空军并没有实质证实。但你如果从它蛛丝马迹进来看，它的高度在它正常还在飞行的时候，事实上它的高度已经不对了。好，已经不对，这牵扯到飞机姿态的问题哦。那最关键的其实就是从2到3的时间点，你可以看到它从19点28分18秒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它的高度还有4000尺。可是到了时间3的时候，你看19点28分22秒，相隔4秒的时间，他喊了预计跳伞，对不对？问题是你看它的高度是多少？2600尺。也就是他前面1到2的时间里面花了48秒，他从7600降到了4000，就是降了3600尺，对不对？48秒。可是他在2到3的时间点里面，他只花了4秒钟，他的高度掉了1400尺。那就代表什么？很有可能他当时带了杆子。我们一般正常飞行状态的时候，就是杆子带了之后往后带，飞机会这样飞。好，就是我管子往后拉，我就会这样走。我如果往前推，飞机就会这样。OK， 这是正常飞行的状态。
但是如果我的飞行状态不正常呢？也就是如果这时候是这样，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有疑问，这样怎么可能会不知道？我跟各位说，在空中你真的不知道。你真的不知道自己是上面还是下面，所以如果它在这个方向飞，我的带杆的时候，我的杆子往后拉，这时候飞机不会这样飞，它会改成这个样子，它会改成这个样子。所以大家可以回来看，就是说它在这个2到3的时间里面，短短的4秒钟，高度下降了1400尺，这个速度很快，这个速度很快。你再回来看它喊跳伞、跳伞、跳伞之后，一直到时间点4的地方，19点28分30秒，相隔8秒钟的时间，雷达光点消失了。军方今天的说法是没有事证能够证明说他有拉了跳伞，因为我们现在的弹射椅是这样哦，就你今天拉了之后，它只要能够顺利的这个座舱罩，好，它的座舱罩能够顺利的弹开，好，弹开完了之后，飞行员往上冲。好，它其实那个发报器会自动闪，然后另外飞行员身上也会有，他可能要手拉，可是问题是，如果他今天的飞机姿态他不对，他今天这一个座舱罩往上拉，而飞行员他其实来不及跳，特别是如果是这个状态的时候，他怎么办？好，所以我们大概可以从几个细的时间点回来看昨天的那个状况，但我真的必须讲啊，这种情形其实按照今天军方的说法，我相信长机很努力的想要带。如果他今天告诉他说，你今天用编队方式，他今天真的追得到这个地方，长机跟他透过无线电通讯，他基本上可以很安全的把他带回来。可是这个48秒的时间，也就是他今天在 last 那个 to last 的时候，他要完成编队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如果他没有追上，等于这个飞行员很有可能处在盲飞的状态，也就是他根本不知道他现在的状态是什么。他要完成编队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如果他没有追上，等于这个飞行员很有可能处在盲飞的状态。也就是他根本不知道他现在的状态是什么，他只能用他的本能去飞行。那我刚刚提到，就是说一般用到仪表飞行的，就是你不能相信自己的本能，因为在空中你以为你在左边，其实你可能在右边，你可能是直的，你可能以为你是斜的，你可能以为你往上，但其实是往下，就是因为它是一个3D 空间的概念。特别是如果如果像我自己有经验，就是说你进了云里面看不见。那我们会想要紧张，想要找到一个方向的时候，我们通常有时候会左顾右盼，我要找这个，我会看掌机有没有在这个地方，或者我可能往下看。像我个人当时的经验就是，我做了一个往下看的动作，然后再上来，你的整个半规管全部跑掉，跑掉完之后，你瞬间就头晕。那你一头晕了之后，其实当时我的教官就坐在旁边，他就等着看你会做什么事。那我那时候第一直觉，因为我们现在在云里面，你看在云中出现迷向的情况最多，为什么？因为很简单。我们现在看到云是这样一整块，可是我们进云之后，云会流动，所以当你这样飞的时候，比如说你现在人这样飞，可是如果云的流动是这样，你在空中你自己会觉得你在左转，你一定会觉得你在左转，因为云会这样动，所以你最常的状况会做什么事情，你知道吗？这时候呢，你通常会去踩这个舵。因为你觉得你的飞机偏掉，所以云才会跑嘛。所以这时候你会踩舵，希望把飞机偏成这样。可是如果你的飞机正常状态是这样，你踩的舵其实已经变这样，你自己不知道。结果你发现你的舵踩的不够的时候，你觉得我要再修正，这时候你会做另外一件事，带杆。你会带杆，会想要把它拉回来。所以你想想，你的舵这样，你的杆子又带，飞机就这样子了。这是最常遇到的空间迷向的状况。当然，我必须讲，就这一次的事件到底它的真实的状况是怎么样？我觉得由空军他最后的事后调查，必须要说清楚。但今天确实揭露了几个哦，你从时间点在上面看，从它的高度再进来看，再包含到它的整个的应答的过程当中 ，MMC 的这一套所谓的这个整合式的系统，是不是在当下没有发挥作用？今天有记者问这件事。军方的讲法是呢，这一架这个飞机哦，六拐洞洞这一架飞机哦，在这半年的时间里面，它的 MMC 并没有说进场维修的这个情况。可是空军有讲了一件事，过往如果有发现这种情形，说2种排除方法，第一种电脑会跳出故障码，这时候他们把故障码抄录下来，然后试图去解读这个故障码，如果不能，他就送回原厂，让原厂去协助排除。第二个是他做了一个动作是，我们就把它关机，关机完了之后，让它重新 reset 完了之后，会不会故障码就消失？你看今天空军有讲这件事哦，所以我相信这个飞行员如果按照今天揭露的资讯是他的 MMC 那时候是有故障，
他在这个19点27分30秒到19点28分18秒这48秒的时间里面，他有没有试图去执行 MMC 重新开机的动作？但是是不是他没有办法完成？所以导致到他后面在第二个时间点里面一直强调他的高度在往下掉，特别是他18秒到22秒这4秒的时间点里面，高度急剧的掉，他是不是试图去挽回他飞机的姿态？但是呢，到最后并没有成功啊。OK， 当然，那任军刚才也特别强调，因为所有的一切最后的经过到底发生什么样一些的状况，以空军最后那告诉大家所有调查报告。现在全民大家只做一件事，大家集气，希望能够帮不管你要叫他叫辛伯英，你要叫他小辛，那希望他能够平安归来。因为你可以想象家属现在心急如焚的这些状况。可是大家换另外一个，还有一面大家在看的状况就是将军，其实对我们常讲，那个时候老共一直在绕台的时候，我们就讲，其实对我们来说，他也有可能就是我用量来拖你嘛。我的量大，我就绕，你就要有飞机上来，你也要有训练。我不可能白天绕，我如果晚上的话，你也要去做相关的一些，包括夜航训练，很多这一类的。那这些对我们来讲的话，当然当军人就是要训练，这些是一定的。只是我们大家就讲，包括装备的齐全性，包括很多这些都应该考量在这个里头。可是不管怎么说，在这些包括夜航训练，大家都知道有它的风险性。那为了这些，为了要达到训练，我们也付出了相当的一些的代价。当然，希望这一次的结果是能够看到小青能够平安的归来。而你看到所有这些对空军来讲，那我们未来当然现在只要发生状况，就整个机队基本上是应该要全部都特检，然后包括安全性这些。可是未来我们还是要面对老共这些骚扰。这个问题我今天也请教过飞官，我说我们有100多架 F-16，如果因为这个事件全面停飞，那么 IDF 跟幻象2000的那个战备的承受度会不会更高？这飞官告诉我，他说停飞不包含战备机，只有训练机停飞。演训机停飞，战备机不停飞。OK， 那这点我就觉得这样就对了。那你不可能因为有状况，我战备不要了。当然，老共如果知道，就这个时候修理你嘛。对，所以战备机没有停飞，是训练机停飞。OK， 对，所以这点国人安心了。我今天请教过教官哈，我觉得要帮空军讲话，就是说他们整体的训练的严格。包含到你知道它的淘汰的标准是什么吗？比如说刚刚讲重落地，我跟你讲重落地这种都不用讲啊。比如说我们一般飞行的时候，到我要落地的时候，像我们一般跑道是这样吗？他们严格要求到你今天落地的点就是要在这里。对，你如果跑到这里来，对不起，这是不合格的。因为你没有在这个，因为你必须把距离都算好，所以他们会要求，就是你看到空军的那个跑道，特别是机场的跑道，永远是这一条的地方特别黑，你如果都在那里落，因为都在这里落。如果你今天飞行的时候，你是跑到这个地方来落，虽然你也平安落地，对不起，重飞，你这是不合格。就我们对于空军的要求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对，我为什么说鸟的感觉你看那个老鹰或者什么鸟类，它降落的时候，它会有一个这种起来的感觉，慢慢降。那我们不是鸟啊，所以我们没有那种感觉，所以才会哇就这样落地。他们那种感觉是很轻盈的落地，所以我才说空军不简单。然后这次我要告诉大家为什么？因为跨职业飞行啊，那是很辛苦的。我们陆军有过这个所谓的导致训练，就是白天睡觉，晚上训练。那最难熬的是12点到2点这个时间，这个时间真是难熬。即使你白天有睡觉，你这段时间还是很难熬。你的开始你的生理时钟会改变，然后你开始会头昏，然后头重脚轻。那你想想看，我们在地上、在路上演习，大不了路边停车休息一下。空中呢，它是没有办法路边停车的，它就是要继续飞。所以如果在空中做这种跨职业的这种操演，然后你又发生了身体不适的状况，你还继续飞耶。所以我才说，很多人说你这样反过来飞不知道，那个速度是很快的。所以你反过来，你不见得知道你是反的，所以我才说大脑跟仪表，这常常是飞行员的两难呐。我明明我的认为我这样是正的飞，仪表怎么是反的？所以你就开始怀疑仪表还是要对，你会怀疑这仪表坏了吧？仪表坏了吧？还是我飞的不对？所以为什么空军他出去会一组飞机，他不会单飞，一组飞机去飞，就是你会透过无线电求证，我飞的是正的还是反的？那主机或是这个长机或僚机会互相沟通，你飞反了，然后那飞过来，所以这是大脑跟仪表的对抗。因为你尤其是资深的飞行员或飞了几年的飞行员之后，他很相信自己啊，我明明就是正的嘛，对不对？那什么仪表怎么是说我在反飞？你会怀疑啊，所以才会一组一组飞。
然后这一次它是跨职业演习出的，就是它还不是半夜哦，它是7点多，可是天已经黑了，所以它飞到海上之后，它穿过了云以后出来，它发现掌机不见了，它在寻找掌机，为什么 too lost？ 那其实飞官说哈，他如果穿出云发生这种所谓的找不到掌机，喊出2声 too lost 以后，他有一个正确的 SOP 要做，是什么？要向右边15度拉开5秒，然后降回云层之下跟掌机汇合，这是他们的标准作业程序。那他有没有做？他做了，他应该是因为你看任俊这张图很明白，他做了，他做了以后你知道吗？他真的他就按照标准作业程序做了，他喊了2次 too lost 以后，对不对？他就15度拉开。然后降低，可他降低的方式，他说怎么我的高度一直往下降，对，那表示他想要往上拉却往下降，他已经非凡，对，这是空军司令部给我们的报告了，是不是这样子？我觉得最后会知道。可是我最主要告诉大家一件事，跨职业演习为什么会有跨职业的训练？国军训练的强度决定于敌情威胁的强度，敌情威胁越强，我们的训练强度越强。如果敌人都不来，也没有来越界，也没有来骚扰，那国军的立场训练就好了。因为他来的敌情威胁一直加强，我们国军不能半夜睡觉啊。对，所以他才会恢复了这个跨职业的训练。那这个危险跟困难度增加了。所以你想想看嘛，飞上天，天跟海都是黑的，你有如在隧道里面开飞机，有如闭着眼睛开飞机一样。所以那种感觉其实是很孤独的，尤其你飞上天以后，除了无线电可以叫你的掌机可以叫僚机之外，这一架飞机就你一个人，你要怎么飞？你要怎么克服你的困难？你要如何克服你心中的恐惧？全凭你一个人，而且况且它不是面对气候、面对机械、面对飞行训练，它还有敌情它不能大拉拉的这样飞，它还要有防调侦搜、防调观测。还要防掉敌人对我们参数的收集，他有很多的顾虑，所以我才讲，英雄不是你说英雄都很厉害，这些飞行英雄都不害怕，他不是不害怕，英雄没有不害怕，英雄只是他有管理恐惧的方式，他一个人你说怎么不怕飞上去？像任俊刚刚讲那种状况，天跟地你已经搞不清楚了，你认为他会不害怕吗？英雄不是不害怕。他用他的专业来管理他的恐惧，那可是呢，是不是每一次都能够克服恐惧，完成任务？这就是我讲到飞行啊，飞行是违反人性本能的，人就没有翅膀嘛，人就不会飞嘛。你为了要创造一个飞行，尤其是为了作战，要克服这种极恶劣的天候，这半夜3更飞什么？晚上天黑了飞什么？为了战备，所以我才讲，所有的国军他们没有。刻意要扰民或者飞起很大声，他们是在保家卫国。那么他们是用生命在捍卫国家的领土跟人民的财产。所以当他出事的时候，大家集气，希望他能够赶快找到。所以你看，连海巡都出动了。海巡出动了3舰6艇。对，海巡出动了3舰6艇，而且出现了这一种叫什么自我定位基准标示的浮标。也就是把这个浮标投下去，它会比照人体漂流的状态。随波在飘，然后它有发出信号定位，就是如果在这个地方落海，我把这个浮标丢下去，它可能会怎么飘？这是仿人体，然后随着洋流、随着海流去飘。我把这个浮标丢下去，它可能会怎么飘？这是仿人体，然后随着洋流、随着海流去飘。所以海巡这次放下这个浮标，那很多人说这个浮标是主动去找人，不是，它不是主动找人，它是仿人体跟着随着这个海流、洋流飘。然后海巡的船只，如果这个浮标会飘到那里，那如果落海的人也是往那里飘嘛。所以他们希望透过这个方式，能够更快的来找到这位这个落海的飞官。但是也在这里讲了。大家多给他集气，多给他加油，真的希望他能够
平安归来。因为这整个过程当中，一中老师，我们就讲说，其实包括装备，大家就讲说，这种状况之下出勤，包括防寒衣，然后包括我们的所有的军机上面的有没有所谓的自动防撞系统，所有的这一些，那是包括人命无价。然后包括我们的所有的装备，我们也一直希望不断的精进我们的装备，所以包括有国防预算采购啊，很多这一类的，所有这些其实目的都是希望我们就是保我们自身安全而已啊，它就是这样而已啊。对，其实所以最近大家就在讨论，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刚刚一直提到那个可是不是到底是空间迷向？其实目前有一个讯息是从这里，就是说。这个是东莞处的一个镜头军哈，那它是翻摄这个10T 屏的机式影像，它有一个这个疑似是飞机，就 F-16坠落的画面，疑似啦，我们不能确定，但是这个画面因为刚好那个地理位置也类似，所以是不是这个刚好镜头军拍到的就是这一架飞机？那是不是这样的空间迷航？哈，那因为包括空军司令部自己也有出来讲空间迷航，那这个空间迷航在 F-16其实就刚刚讲飞行员的杀手嘛，那这个案子啊，其实最早大家可能忘记了，以前 NBA 有个球员非常有名，叫 Kobe Bryant。那 Kobe Bryant 当初在2020年1月的时候，他那时候是搭直升机啊，他们全家搭直升机。那当时他就是发生，因为后来他的飞行报告鉴定说，他就是发生空间迷航。那当时他们的那个直升机的驾驶员呢，他其实应该是要用仪器飞行，刚才宁哥讲应该用仪器飞行，可是他后来选择了用目视飞行，就他以为他在上升，实际上他是往下降，他自己不知道，所以后来就发生了那个空难。然后另外，曾经我们 F-16呢也有一个案子跟这一次的有点雷同，也是发生在花莲，是在2020年的11月，当时是蒋正治上校所驾驶的 F-16飞机，那他那个情况也是花莲基地飞出去以后呢，当时不确定是不是空间迷航，但是因为他的那个飞机呢，在20秒内急速坠了7000尺，那个没有道理，因为所以会不会是以为他在上升的阶段，可是实际上他在往下，他可能也是因为也是在夜间飞行，所以这里面大家就在讨论，就是说，那当然这飞行员他自己要就是说他很勇敢，但是我们给他的装备这各方面。是不是充足？就像刚刚前面提到，就是说，因为也有那个类似疑似 F-16的教官在网络上说，那个就是那个机器 MMC 故障，那国防部当然有出来解释，但是网络上大家就在讨论热烈的讨论说，是不是装备稳的？好，那回到我们国人的情况，那大家包括今天很多政治人物，当然一定是机器，没有人希望我们的国家的飞行员发生这种事情。好，那但是呢，两个党，好，第一个。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应该要讲，今天刚好国民党开中常会，他今天下午他主席的时候呢，他并没有对这件事情表达意见，他花了10分钟去肯定蔡正元，他颁给蔡正元那个10件1等奖章，他说他这是他入狱前的勋章，因为蔡正元因为3中案被判刑，他准备要入狱了，然后接受他的那个就是他就是颁他这个，但他并没有对这件事情有多做琢磨就是说大家很关心。那至于民众党的部分呢，柯文哲跟黄国昌，柯文哲前主席跟黄国昌现任主席都有集气求平安，那网络上就有网友就酸嘛，就说啊你们求平安，你干嘛挡国防预算？黄国昌今天很生气，他说。是赖政府摆烂，提那个什么烂预算，有错假、违法跟什么疏漏，他就说你们那个中央政府的总预算有问题啦。那他提到的是他的意思是说，因为好了，就是蓝白很在意一件事，就是说，因为他们不是通过那个军人的那个战斗部队的加薪嘛，那个赖政府就卓荣泰院长他并没有把它编进去。那另外一个就是退休警消的那个替代率的，这个卓荣泰没编。卓荣泰行政立场是说，这个要经过大法官释宪。那大法官如果释宪 OK 的话，我会补编。如果大法就是，但是因为现在卡在大法官会议，就是之前那个宪法法庭的事，所以现在的115总预算里面，115年的总预算并没有这一块。那现在就挡嘛。那黄国昌就很生气，就说就你们这个编这个烂预算，然后就暴怒。可是我要回归讲一个根本，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啦，就是说政治的攻防，大家有一些意见，我觉得那都是其次不要紧。但是有一些东西其实是关乎到我们这些，不管是飞行员或者我们国军的这些最重要的这些身家性命的时候，这些钱是不是拜托？我今天没有恳求大家，是不是我们不要挡这些钱？易中刚直接问的，来，元之，那这件事情会不会跟国防预算的这些，然后瑞兰又造成另外一个压力？因为这个 F-16。这家今天大家在讨论的是说，本来我们已经付钱买的那个自动防撞地系统本来按照那个凤展计划，应该是在113年底就要把
1997年买的100多架 F-16A/B 升级嘛，那有这个自动防撞地系统的话，如果那个飞机可能失去控制，但它会根据就是它对它地形啊或者是各方面的一个数据的参考，它会提醒飞行员。那如果飞行员没有立刻改正的话，它会自动接手嘛，然后把那个飞机机体就是恢复到正常的高度，跟它的机体的那个正常状况。那所以其实之前就有很多飞官去澄清，跟我们国防委员会的委员澄清啊，就说为什么这个防撞地系统都一直没有装。那我们新买的那 F-16V 66架，那个是内建，原本就有，可是之前买的就是没有。那所以这个钱，我刚刚讲那个自动防撞地系统，以前已经付了啊。然后本来也是讲说114年以前要完成升级啊，也都没有啊。那这个东西跟1.25兆的国防预算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嘛。然后另外，这个它 F-16现在是连那个飞行防寒衣都没有。各位看昨天天气那么冷，对不对？那飞行员就算跳伞成功，如果是掉到海里面，没有防寒衣，很快就失温了啊。那个像幻象都会有防寒衣，可是 F-16就没有啊，就没有啊。那这个钱付了没？付了啊，等于是预算也过了啊。然后国防部说希望明年能够有，希望明年能够有啊。这个钱都，所以这个跟那1.25兆军购都完全没关系。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看到民进党很多立委都跳出来讲说，哎呀没有防寒衣啊，希望那个国民党让那个1.25兆军购赶快过。我不知道这两个有什么关联性。对，不知道有没有关联性。那1.25兆这个军购案为什么一直没办法复委？就是因为它第一个就是说它特别条例定得非常的粗糙，大家其实这个网络上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总共有7条啊，扣掉什么立法目的啊，或者立法的实施时间啊，做一些名词解释，真正跟军购有关的大概就1条而已啦，就第4条1条而已，它很粗略告诉你说要买什么东西，等于是然后告诉你说要你通过1.25兆，这是个空白授权，所以。我觉得我是不太懂啊，国防部或者是民进党政府认为说这个很重要，那你就讲的细一点嘛。然后那为什么会要求总统来做国情咨文报告？因为这个是重大的，对他来讲，他最早他宣布的东西嘛，他只要愿意，或者是说特别条例写的细一点，其实他就可以复委啦。那现在他们就讲说。那个现在美国已经有3000多亿的东西确定要卖给我们嘛？其实这3000多亿的东西有一些是编在那个公务预算里面。那即便是要在特别预算，可以啊，你3000多亿送来，我们一定会让他过的。我们可以这样问，就是这一次的很遗憾发生的这个飞航失事的这件事情，像你刚刚讲防寒衣或自动防撞地系统，这些是已经买了，那是不是跟这一次的1.25兆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要是接下来当然等一下田飞委员讲，那接下来会不会那里面要买的会不会跟其他的国军的安全或者其他的那些也会搭到关系，也会有关系？所以这些是整体上的考量，会不会是因为不是单纯因为这件事？会不会是因为？所以我们讲说现在已经有的项目，包括像刚刚讲的那个美国特别提出来的3000多亿东西，对他如果是用这3000多亿送过来，我们很快就会让他过了。来，田飞委员，我觉得国民党现在都有理由啦。因为这是我说真的，我从政在立委，今年第18年，第一次看到连预算都不复委的。那你说你有很多理由说，按你1.25兆你就把它写清楚啊。请问我们这么大笔的预算，那你就肢解在这1.25兆，然后把我们所有的预算都卡掉。有种预算那块。对啊，整个都卡掉。然后呢，你今天不是这个而已哦，你要看，不是1.25兆，我们所有的治水预算，新的，因为现在变成新的新兴科目完全都不能动。那我们丹纳斯说真的，我们这一次丹纳斯台风的严重性，我们发现有很多我们必须要去韧性加强的部分。拍谁？加隆博法斗啊，因为它是新的，反正国民党，要怎么讲都可以，反正不让你过，他现在人数多嘛，我不让你过，我就怎么讲都可以。我就讲，过去我们人数多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说预算连复委都没有复委。我强调的你要怎么删，你要怎么谈，都可以。在委员会，你可以用各种方式，你基本上人数嘛，你较济嘛，你先加上。
那你反而是用所谓的在程序委员会就直接挡掉，这是很严重。请问一下，他刚刚讲说那个条例里面总共7条里面，真正的只有1条，扣掉前后，他是说太简略，简略到他觉得根本连审的资格都没有，是吗？这个部分哦，那个刚刚元智说，你看你以前任性也没有这样子啊，什么也没有这样子啊，你把那个倒带一下。当时候他们在杯葛任性，一开始在杯葛任性说啊，你看，你喏啊，你这大笔的乌省啊，打几条你呢，也是这样说啊。当时候他们在杯葛任性，一开始在杯葛任性说啊，你看，你喏啊，你这大笔的乌省啊，打几条你呢，也是这样说啊。对，他们最厉害讲的就这一招嘛。好啊，那你会觉得说今天没有问题？如果你认为1.25兆只有什么7个条文或是什么样的状态，你可以提出来。我必须强调是，你今天是把整个预算借题发挥。那是你借了这个1.25兆的题发挥，把它整个卡掉，连让我们要去审。我这一次是招委，经济委员会的招委，我们居然在委员会里面没有预算可以审，我们没有办法审明年的预算，我没有办法去质疑说农业部你到底编了多少，你经济部到底编了多少，你到底有没有站在人民的立场？连我们要监督都不行。那如果说你国民党要监督 ，OK 啊，你在委员会监督啊，那你为什么你又怕？现在的问题是，国民党也不敢删预算，他也不敢反对预算，他干脆就把你整个封杀掉，那他就不用在那个立法院里面表态啊？没有，对，没有。这些预算连审都没有审，大家老百姓不会讲话吗？对，所以他们就觉得，我们就觉得他很奇怪，因为他现在怕说，如果在进入委员会之后，如果要删，他要3亿要表达嘛，要表达，他们每个委员都要承受风险。那这个是整个国民党去承担嘛，然后在野党去承担嘛，国民党、民众党他们一起删嘛，一起挡，一起把它挡住。那个更厉害，是整个预算都不能动。来，元智先回这段。林飞委员把2个东西混在一起讲了，一个是1.25兆的那个军购特别预算，另外一个是总预算。对，那这2个没有复委都有个别的原因嘛。那个1.25兆军购预算我刚刚讲过了啊，总预算没有办法复委，是因为行政院都没有依法编列预算。因为我们去年的时候3读通过一个军人加薪，你看那个大家都知道军人就是比较辛苦啊，比较高风险啊，所以我们有通过一个军人加薪。还有一个警消退抚嘛，那这2个条例是3读通过，而且行政院也有附属已经附属了，然后那个总统也公告了，那公告生效的法律，行政机关本来就应该依法执行嘛，那他现在讲说因为我申请释宪，所以我就先不执行，可以这样吗？那在任何法律一旦生效，在没有被宣告违宪之前，本来就是要去执行的啦。否则，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讲说，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违宪，我不愿意遵守。所以我补充，我还没讲，所以这2个东西是不一样。那我现在反而觉得说，民进党到底他有很希望总预算过吗？他有很希望那个1.25兆军购案复委吗？为什么？因为其实为什么不想过？不是他们都知道问题在哪里啊。那你比如说现在赖总统对不对？他说他要去街头啦，去跟大家讲说，这个总预算希望赶快过。不是啊。现在在野党国会议员都已经告诉你问题症结点在哪里，你要沟通的对象应该是国会议员啊，怎么会跑到街头去嘞？我今天如果要跟黄义中借钱，对不对？我不去跟他本人借，然后我跑去街头去说，黄义中借我钱，黄义中借我钱，那不是开玩笑吗？所以他其实只是把它当做一个话题，然后去跟民众在那边当一个政治操作的一个内容而已。他如果真的是要过总预算，就像去年一样啊，就像去年。那个时候也卡一个禁法补偿条例嘛，就是他没有依法编列预算。后来卓荣泰怎么做？卓荣泰就是先找那个韩院长一起吃个饭，然后后来呢又召集傅昆萁、柯建铭什么，大家开个会，不断的协商，结果后来找到一个解套的方法，总预算就顺利复委啦。但今年完全没有今年已经拖到现在没有任何动作所以他有很希望过吗？我不觉得我现在的点是在于说，政治的攻防当然2边都有，蓝白有他的政治攻防，绿有他的政治攻防，这个无法否认。但是你现在是以苍生为念。
我什么意思呢？我先讲这两个预算，我们来一个一个讲。一个是115年的总预算，行政院在去年8月底就送进立法院。那当时他们也就已经讲，就是说刚刚元智讲的没错，确实因为一个是军人加薪，一个是那个退休警消。那卓荣泰就讲了嘛，他说这两个案子我先不编进去，但我要送到大法官去释宪，大法官 OK 了以后。如果大法官认为合宪的话，我就会我会把它补进来，但是这个不影响到我其他115年总预算。结果你们现在因为这个理由不让他去审的话，那我赶快排天，那大法官一天不审，事实上确实大法官也卡在那边，人数不足。那我问你，那难道115总预算就再也都不通过了吗？国民党这是一个好的国民党，还有另外一个就是1.25兆，这个更扯。他们说要赖清德来。他们除了那个页数少我可以补给你，但是不是？他们说赖清德你要来，我跟你讲，从来就没有总统因为预算要去立法院，比方说被质询的，这个体制上就不符。宪法只规定总统每一年在立法院可以应邀去接受所谓的提出国情报告，就这样子，那时候没有了。所以以前阿扁时代也有提出什么军购特别预算，阿扁也没有去立法院给你们备询啊，所以这个是体制的问题。所以我跟你讲一件事，就是说赖清德不可能因为这个1.25兆去立法院被备询，所以等于这个1.25兆永远不会通过。我们没有要求他来备询啊，没有要一问一答吗？是我听那个国民党说一问一答，他自己在选举的时候自己承诺嘛，就是有必要的话，他可以接受立法院邀请到立法院来做国情报告，然后并接受咨询。咨询就是问答嘛。那现在的问答就是说看用什么方式嘛。那当然以我们在野党想要监督的立场，我们怕他问东答西，所以一定会希望说可不可以一问一答。可是这个不是铁板一块啊，这个是可以谈的啊。但是现在就是他也没有想要来谈嘛。你有行政院长啊，如果你赖清德没有去，但是1.25兆这个预算进去以后，你可以叫行政院长，你叫国防部长，你叫所有的人都来啊。因为国防是总统管的嘛，而且这1.25兆的军购是他最早去跟外媒宣布的嘛，所以当然是他有他的战略，他有他考量，还有为什么要编那么多年，为什么是1.25兆，他一定有他的想法，我们想要了解他的看法。我觉得国民党就一直在借题发挥了哈。我想虽然总统曾经讲过说他不会去拒绝说，如果真的立法院有需要的话，可是我们必须说，请问预算是总统要来备询的吗？总统要被你来咨询的吗？不是啊，因为本来编预算就是，虽然国防外交是总统在做组长的，可是重点是预算是谁在编？是行政院啊，所以他们就借题发挥嘛。而且我还是一定要讲，今天整个预算从过去在编列预算的一个原则是，立法院只能删预算，不能增加预算。可是现在国民党跟民众党就一直在增加预算。那我们也说好，如果有任何你们的建议，可以跟行政院坐下来好好谈。可是你现在就逼着说，没有你送来没有我们要的这些预算，我就不审了。所以你现在变成说，如果我做了这个，像我也支持说，该过的该给的就给，可是你要有法有章，也就是说，你今天要给的时候，是大家从行政院编出来的，而不是你用这个你如果不编进去，我就整个退还。那如果是这样子，那请问今天有这个叫军人加薪，那请问那下一次呢？那下一次还有什么？那如果是这样，是不是永远都没完没了？所以我们必须说的，在整个预算法，它有预算法的规定，执政的有执政的应该编列出来的预算。那为什么卓荣泰会说我们就先释宪？那没有错，因为你如果 OK 释宪说这是增加预算是没有问题的。好，因为我们从过去从议会到立法院，我们审了27年的预算，从来过去都跟我们讲说，民意机关只能删预算，不能增加预算。可是现在是每一个会期就一大堆增加的预算。那请问，那这些完全没有办法被处理的预算怎么办？然后重点是，他们又把财划法，把中央的那一大块又分出去了。你要增加预算，又把最大的那一块又分给了各地方，那你要叫这个政府要怎么办？来，明凤，现在看起来的话，那包括像 TPASS 啊，所有这些大家都在讨论。刚刚讲2大块嘛，总预算案，然后那国防预算特别条例的这一段，那所有这些，当然你说发生了非官失事的这一块，大家在集气当中，可是它毕竟跟国防，它是国防的一环。那元智刚刚讲就是说，这次跟那些又没有关系，大家干嘛把它摆在一起讲？可是所有这些现在看起来的话，那对于在立法院里头，那未来到底该怎么办？这两样都遥遥无期了吗？
不是啊，我觉得你把这次这个非官的事情说啊，这我们编的预算，可是你还没有买到，跟什么我现在就不通过你的预算，然后未来如果在发生的时候，那我请问一下，这次你们可以就责说哦，我们编的预算你们没买得到，对，那你以后如果要就责的话，是你们连预算都不给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没有买到，他可能中间有些过程正在购买或是怎样，但是他至少有预算可以去买。然后未来就是这个非官会有这个所谓的防冻衣，但是如果你现在连预算都没有的时候，都不过的时候，那你就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未来什么防冻衣什么这个升级的问题也没有 ，F16一直要升级嘛，升级的问题也都没有啊，然后我们这个整个国家安全防御的这个防御性的豪猪的这个设备也都没有啊，那未来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那你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要临时拨什么预算去买什么东西？那你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要临时拨什么预算去买什么东西？你现在当然要先通过预算，再去买嘛。那今天我觉得国民党跟民众党比较恶劣的就是说，如果你对这个预算的内容有意见的话，你复委之后再来谈。复委之后，你可以不排审。不排审是一个东西，但是如今是你连复委都不复委嘛，而且你们通过的法案可能的时间点要拿出来看一下，是不是人家总预算已经送出去了，你们才通过那个法案？那这个通过那个法案，你有人家叫人家，那你们要先退回总预算案，叫他再重新编啊，那你们就是验名称嘛。不进也不退啊，然后不干嘛，然后只会这边鬼扯啊，然后就讲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嘛。如果你们说好，这明确的讲，党团有到底谁做主，谁做主，我只听到叶元之在讲说，不一定要一问一答。但是今天有没有一个代表性的人出来讲说，我绝对不用一问一答了，我们就是统问统答，跟国民大会一样，在让总统备询一样的方式，那就是球就是丢给赖清德了，那赖清德就没有不去的理由。可是你们今天就是我们就没有一定要什么，这可以谈嘛？这种很模糊的空间，那到底有没有在谈？我相信党团之间也一定有在谈嘛。那如果说你已经谈到真的有谈到说可以不用一问一答的时候，民进党还不答应的话，那我们就来谴责民进党。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解决的，但是你们就是为了拿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去拿一个漱口杯去卡一个大海啊，就是你们韩国语的名言嘛，就是莫名其妙嘛。我觉得现在总预算没办法复委，对不对？其实我也想要赶快审啊，但现在责任到底在谁嘛？当然，民进党现在就是说都是在野党，你们怎样，但问题是我们其实已经很明白的，我们的立场讲给他听了嘛，然后他们全球就是漠视啊，我宁可去街上讲团结实讲，或者是我要下乡，我去诉求，好像在搞选举一样，但是就不愿意来跟在野党做对话，那这个到底是责任在谁？其实我是不觉得这个问题有这么难解决啊，因为国会我们是国会多数嘛，那你是执政党，那确实我们的立场，我觉得也是站得就是很有道理因为三读通过法律又不是叫你随便乱加，对不对？就三读通过法律而已嘛。那你连来沟通都不沟通，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当时我们发现他总预算送来没有编这个预算的时候，我们不是一开始就挡了。那时候就是说，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你没有按照三读通过法律编预算，那我们就先不打，我们没有说先把它退回1个礼拜，就说大家来讨论一下。就是完全就不理啊，所以行政院根本他也不觉得说，他认为总预算赶快复委啊，跟去年的态度比起来就是没有啊。来，任君，有点受不了啊，我这样听下去啊。过去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我跟义中有个家庭，就借我举例一下啊，就义中跟我说，我们这个月大概能花5万块，那我希望水电费8000，零用钱多少啊？这钱多少？结果我跟义中讲一句，不行，你这个规划有问题。合理的做法应该怎样？我要跟义中讨论嘛。我们什么钱可以删减嘛？刚才在野党一直在强调，就我三读通过了法律，我三读通过了法律，我三读通过了法律。我就问一件事情：当你要去通过这个法，你自己去讲说我要增加这个情况下，
行政部门在当下有没有跟你说这样不 OK？不行，你要不要听？我不管，我管你行不行，我就是法律给你过，过完了之后我就叫你执行。我看我们现在立法院就是这样，行政部门跟你讲说你这样编列预算我会有问题的时候，在野党不听，我先过再讲，过了你就给我做。刚刚的讲法不就这样吗？我就问一句，如果我们过去在所有的预算讨论案的时候，有没有跟行政部门会先沟通？就是行政部门会告诉你说，我这个不能，我这个不能。你今天立法部门要不要去参考行政部门的意见？但在过去里面就都不参考嘛，我管你的，你今天要我就是这样干。我讲白一点啊，对民众的想法是，立法委员根本不在乎总预算啊，立法委员只在乎那个助理费放到我的口袋啦，所以一大堆人去跟你联署啊。那个事情有急迫性吗？你一大堆立委去搞这个，你有想要去过总预算吗？在野党当然认为自己都对嘛。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啦。那你今天所有在野党只要跟我讲说，我所有不管你什么法案，我不管你什么预算，通通叫赖清德来报告。你不来，我已经告诉你啦，我也觉得我们没错啊，对不对啊？你就是不来啊，我条件都给你，你只要愿意，我们就来谈嘛。那行政部门也会说，不对啊，那我为什么一定要听你的？我觉得我讲了一段，你双方完全没有交集。我老实讲啊，我现在对于过总预算这件，我个人非常悲观呐。然后就不过了吗？就给你这个月这个会期过好了啦。你觉得会审吗？去年的预算怎么过的？就是东山西山呐。我也不审了，我今天就告诉你，我统删这个。到最后又发现到说我不行，所以又跟你讲留用。我最痛恨立法委员一天到晚在那边讲说我可以留用，我可以留用。我如果觉得议中跟我说一个月要1万块钱的伙食费，我跟他说不行。结果我砍你3000，然后又跟议中说，你从别的地方捞3000回来。我跟你讲，那我就问我砍这个意义是什么？结果我们现在你就要回来看啊，今天这个时间点，今天已经1月7号了。如果1月31号要过，按照现在立法委员开会的时程来讲，你觉得他排进去复委完之后，有多少时间到各个委员会里面去审？到最后还不是夯不啷当的全部包裹式的，这边东砍西砍，砍完了之后再给你留用。去年不就是搞成这种乱象？所以我就跟你讲，就是说现在为什么在立法部门跟行政部门会各执一词？你如果看当时行政院的说法，我就问一句：行政院在你要立这个法的时候，有没有告诉你，其实行政部门的立场是不 OK 的？你不管他，你坚持要过，然后再来跟你讲说，我就是立法部门，我过了之后你就给我执行，谁叫你不执行，是你的错。我就问这件事情，到底谁该负责任嘛？我想补充一下，仁君哥说，从现在开始，那如果我们总预算到底可不可以过？我跟大家报告，因为它中间卡了一个叫弹劾案，所以呢，我们连续从下个礼拜连续2个礼拜，我们的3跟4的委员会是被大院借用的，就是要去讨论公听会，对，所以你看，我们后面剩几个礼拜，就剩3个礼拜，那3个礼拜有2个礼拜的3跟4，因为我们1、3、4是委员会嘛。3跟4是被大院借用的，那我们总共委员会只剩5天，就是这个礼拜不算了，因为这礼拜不可能的嘛，就下个礼拜。好，如果说这个国民党佛心来耶，一个礼拜5，然后我们的程序委员都是礼拜2，也要到下个礼拜2，所以呢，这样子算一算，剩几天？刚好剩4天。请问怎么审？请问怎么审？就算他让程序委员会过了。他还是一样不能审，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你都好像讲得很冠冕堂皇，说我早就已经说了嘛，你就让他编进去。请问真的没跟你说吗？我们早就跟你说了，你这个再编进去会有问题，会有排挤。因为预算不是你说要怎么编都怎么编啊。你今天我要加 A 就加 A， 加 B 就加 B， 加 C 就加 C， 不是，它一定会有排挤。你加了这一笔会有排挤，大家要来谈，那你都不管啊，你就说反正我法律过了啊，我法律过你预算就要过了。我觉得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啦，就是比照去年的情况呢，就是这些国民党立委根本看不懂预算案嘛，所以也不会审预算，所以干脆就摆在那里，然后就不要暴露自己的缺点啊，因为他们看不懂嘛，所以就这样拖着啊。我补充一点这第一个，你通过了3读，行政院不编，你就把整个锅就踢翻，这很笨吧？这很笨吧？那
从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大家不是都通过要普发15000，我们也3读过了，市长也没有编啊，难道我们把市府的预算都推翻吗？都退回？没有嘛，因为没有人会这么笨，因为你关心军人。你关心军人，说其实我听过好多次，因为你们不帮军人加薪，所以我们不通过。没有加3万，我再强调没有加3万，而且不是每个人都加，只有志愿役加级，兵从15000变成3万，然后校官从13000变成3万，将官从1万变3万，志愿役对，只有志愿役，兵没有加，义务役的兵1毛都没有加，所以不要再说帮军人加薪，所以。你们没有编，我们不弄。OK， 你关心军人应该是好，把国防部找来，所有军人的待遇，我没有看过陆海空军军官士官任官条里面把志愿役加给3万块写在里面。我以前在国防部专柜司，我管这个的，我没有看过把待遇的数量写在陆海空军军官士官任官条例里面。那你本俸怎么不写？你专业加级怎么不写？你地域加级怎么不写？为什么你只写志愿役加级？有这样修法的吗？我觉得修法要符合逻辑啊。那以后我要从3万调更高嘞，要再修一次，对不对？那为什么本俸不入法？为什么志愿役？为什么那个专业加级不入法？来，元之要不要整体回应一下刚才说来宾？3读其实，在法条里面啊，有规定说什么东西多少钱，其实是很普遍的状况。好像最近那个老农年金啊，就是民进党很多立委也提啦，就希望说。老农的津贴啦，哈，要从这个原来8000块哈到12000，这也是增加预算啊。那所以其实是很普遍的状况。那我们通过这个法律，当然这个叫法定预算，所以本来行政院就应该把法定预算空下来，他再去做一个分配嘛。他现在不愿意，那我觉得这就是行政院的立场。那我们有我们的立场，那大家要帮行政院的立场讲话，我也都尊重。可是这个就是需要沟通。那现在行政院就是完全不理，就是你们不审，我也不跟你沟通，我就摆着。未来怎么办？就这个预算就一直这样下去嘛，包括国防预算。那我刚刚讲了嘛，赖清德总统有很重视这件事嘛。他编的预算没有过，他不找我们沟通，他跑去街上，他在搞选举，还是希望通过预算。OK， 对啊，好。我想因为元之刚好提到说，那民进党自己有增加这个老农津贴的这个预算，要从8000到12000我想我们都不反对说对各个族群。要增加福利，增加津贴，但是我们要讲的，像我们现在都在逼我们的农业部把行政院的版本赶快送到立法院，就是说行政院它可以站在它自己整个预算数的一个考量 ，OK， 可以增加的，可以处理的，不会有排挤的，所以我们是希望他赶快把所有的预算调整好、处理好，赶快送他的院版到立法院来。可是我们刚刚讲的是。国民党跟在野党是没在管你的，没被行立行政院讲的，但是我先修正，然后把所有的，就像我们所说的，把所有的一个数字全部加在法条里面，这是从来没有的。OK， 你加在法条里面，你就会变成你是逼着行政院要这么做，那是反过来的，所以这个是本末倒置啊。OK， 好，那大家会关心说，对于我们的不管是好，还是再一次讲，希望全民大家一起集气，希望让我们的飞官能够平安归来。那大家看到所有关心我们的国防的时候，当然你会关心海峡两岸之间，那希望不要有风云密布的一些状况。而海峡两岸的问题呢，大家就讲到从这次川普那直接那挥师到了。说到委内瑞拉去，然后就直接把人给带回来，所有这一些让大家看到未来呢，两岸之间如果有风云状况的话，他会不会也这样做，还是他会袖手旁观，还是有什么一些状况？但任俊，有人讲说白宫晒了一张照片，是这张照片为什么会有很多不同的一些解读，甚或有人直接解读川普会不会剑指北京？为什么？这个当然，这张照片引起很多人的讨论，特别他是这个，你看啊 ，White House 他自己主动提供的啊。那当然，对这个 FAFO 这个啊，大家这个透过媒体报道知道，它就是一个类似像俚语的部分啊。那老实讲，一般这个官方公布的通常不太会用俚语啊。都是正式的这个官方的语言嘛，我们也不要特别再去翻译，基本上不是一个很好的字眼。但简单的说，就是如果你要乱搞，你就会自讨苦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你要用什么样的文字去组合啊，就给大家很多想象空间哦。所以这里面当然今天还有一个，就是说有流出来说川普之前的对话，还去提到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敢打台湾，
我就把你这个北京给轰烂。还有人讲北京，他说对，我就是打你的北京啊。这个当然，我觉得这一段，因为这段的话，好像不是这2天的哦，那是之前的说被流露出来。但是我都讲很多东西没有巧合，你这个时间点会放出来，一定有其代表性，或它的意义的存在啊。特别是这一次，大家就看到说，对于这个委内瑞拉的状态啊，当然很多人觉得就是说，你对委内瑞拉，美国的军力要对付委内瑞拉，我不觉得大家会怀疑，所以，可是之前过去为什么大家会认为美国可能不太会对委内瑞拉动手？特别是有一些特殊论调的人士啊，他们其实你真的去看他去讲说美国不会对委内瑞拉动手的原因背后，其实都提到了一个国家叫做中国。也就是中国在这一段时间，不管是石油的部分，不管他是用我借款给你然后你用石油来抵债什么的，这些都不管。而会发现到，就是说，中国透过跟委内瑞拉的这种交好的方式，其实跟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而他如果今天美国决定要对这个委内瑞拉动手的话，或对这些跟中国交好的国家动手，是不是等于是在告诉中国，我没有那么怕你？其实，所以这就是过去有几个一直认为说不会啦，美国不会打啦，不会怎样。他真正的原因是因为美国会怕中国。所以我就讲说，这个时间点里面开始有一些这个川普以前的做法，而且很特别的是，当你今天丢出这张照片有它的背景含义，对不对？大家是在解读它的背景，它的拍摄时间点，然后从这里面为什么会讲到说它会被建制北京，是因为从背景来看吧？是，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当然回来看了我就说它有没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川普其实特别是美国白宫在这个时间点放出来的时候，因为一般放照片，第一个不会随便放。各位还记得有一次我们的乐山雷达一个外国人，有没有？那个照片出来就有一个外国人在那个角落给你看到。大家都知道释放出这样的照片一定要经过层层审核，好，所以那个人一定有他的意义。是这张照片，川普为什么在这时候白宫放出来的？一定有它的意义在，因为这张照片被发现到说是去年10月底在韩国釜山的金海机场。这张照片，川普为什么在这时候白宫放出来的？一定有它的意义在，因为这张照片被发现到说是去年10月底在韩国釜山的金海机场那个时候不是有这个川习会面吗？对，那川习会面很多人就觉得说两个就好来好去嘛外交场合上面也不会跟你说这个重话，但你没事 po 了这个照片，然后给人家放了这个俚语说我没有在怕你或者这样，当然会让大家觉得大家如果还记得那一次的川习会之后，双方的言语上面，第一个他没有台海问题中国也讲说你没有谈台海问题我们没有我们那时候很多人在揣测跟怀疑嘛，认为说我会不会把这个台湾问题里面放在这个会面里面，结果大家觉得说也都好来好去也都说了，结果你今天没事丢了这样，川普多么多的照片对啊，为什么要放这张？他大可以用他当时被中弹的时候 fighting 那个照片更有 power 但你没事弄了这个而且你还抽色处理没事抽什么色啦好好的放个照片很难吗？一定要搞这个所以我觉得这当然会被认为就是说你今天是不是把这个照片的真正的意义是对中国再发出一个警告在中国发出一个警告，这就回到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当美国官员告诉你讲说我们不是要钳制中国，我们不是要干预中国，但我们要避免其他国家被你中国干预所以我觉得对于川普来讲，他以前在称赞在讲那个金正恩的时候你记得他以前就骂他什么 Rockman 火箭人或干嘛，结果川普后来讲说其实他也不容易为什么？他掌管这么年纪这么轻，然后掌管这个国家，他一定要有一些非常手段。但我认为川普是不是现在也在告诉大家我美国其实在看待很多事情的时候，不会像外界认为说我因为担心你中国，因为你担心怎么样，而我美国觉得我要做的事情的话，我只要想做，我一定做得到。将军这一次的过程当中，大家讲说那美国算得非常的精准，甚会有人讲说他们对于目标的行踪算用分钟来算了，就我觉得可能搞不好还要再细一些。我相信会更细。对，他就是全程掌握到所有的变化，因为你可以想象，那差一点点就差非常的多。这情报，什么叫情报？就是我收集到的资讯，把它结合成正确的资料，正确的这才叫情报。那么
他这个你看有这边来的情资，那边来的情资，他能够以分钟去更新情报的进度，这有多难啊？就是我今天看一个目标，今天这个目标在睡觉，1分钟前，没有，他起床了，他去厕所，这1分钟所以我对他所精准的程度是分分秒秒，我掌握到你，我不会是1分钟以前的情报，或者是半小时以前的情报。那你想想看，这个抓的有多准？这个不是说我今天我有一个人在那边回，他现在上厕所了，他现在回房间了，绝对不是这样。那一定是有一个同步图层，共同图像，就是你在干嘛，我看得到。也就是说，在这个地球之上，不管你是遁天下地，只要你没有离开大气层，我都抓得到你。这叫常备管辖。虽然我在美国，你在委内瑞拉，对不对？一个北美，一个南美，可是我告诉你，我看得到你在哪里。你的每一举一动，你养的狗吃什么，我都知道，所以这已经不是所谓的情报力量强与弱，这是你的行为跟你的动作，只要被我抓到了，无所遁形。那叫做完全活在透明玻璃屋里面。玻璃屋没有墙壁，没有屋顶，都有啦，都透明。你可以想象就是这样。这个马杜罗就是住在一个委内瑞拉极为强大、结实的玻璃屋里。那可是川普可以看穿你在干什么，CIA 可以看穿你，所有的这个美军的这个三角洲部队，我进去降落的时候，他没有去踹好几个门，你有没有看到三角洲部队他的全程去逮捕马杜罗的状况之下，他没有踹别的门，他就直指那个地方，就这个门，我进去，这个门是你太太的，这个门是你的，就进了2个门，2个门就抓到2个人，他没有多踹一扇门。我们以前看到那个美军逐屋战斗的时候，对不对？3个人一组，踹门踹开啊，先丢个闪光弹或干什么？这次没看到，完全没有，没有开一枪。他逮捕马杜罗跟他太太的全程没有开一枪，就是进去打开手电筒照你，好就逮捕。各位，这是在演电影吗？所以川普用这种方式，以分钟计算更新情报资料的速度，告诉所有人。美国并没有陨落啊，所以很多人说美国已经是上个世纪的美国了。美国现在军力已经跟不上中国和俄罗斯了。川普就告诉你，你看我跟不跟得上？我不但跟得上，你在干嘛我都知道。所以换句话讲，这不是情报准不准的问题，而是整个系统能不能在高度的保密。我每分钟更新所接收到的每一个人都不能泄密。都不能泄密，有一个人泄密，你这条情报就断了。所以他能够每分钟更新情报，还可以在高度保密的前提下同步操作去拿着枪、带着手电筒进去的每一个三角洲部队的士兵，他每个人都知道，不是只有指挥官知道，每个人都知道这间里面是马杜罗太太，这间里面是马杜罗。OK， 他要有这么样的精准的情报，所以我讲他是在零泄密、零失误、零误差的条件之下。才能在精准的那个点出手，而且呢，不花一枪一弹，直接逮捕。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任老师，那过程大家就讲，越独裁的人，他越不相信旁边的人，对，而且他不相信到就是他这次委内瑞拉这件事情，大家不是在讨论那个内鬼，对的16亿的内鬼，OK， 现在到底是谁？那可是除了那个以外，大家讲说像北京那几天就有一个讯息，讲北京是不是包括他们。郊区的一些地方，一些的包括像类似地堡防御设施，是不是有在启动？然后媒体上有说北京会不会建军事指挥中心，规模非常非常的大。可是大家就在讲，如果要是真的海峡两岸发生任何状况，川普会做任何动作吗？有人说会不会像这次一样是跨海抓，甚或有媒体上用到的是那时候不是对伊朗对苏莱曼尼的那一次，那时候是直接用无人机飞弹直接打掉。对，他会倾向用这样一些方式吗？独裁者最大的心魔，其实不是整个国防武力，不是什么人民，其实很可能就是他身边的人。就是当年织田信长第6天魔王，最后是他根本不是输给外面，他输的是敌人就在本能寺，就是他的部将，最亲密的部将明智光秀。所以从这一次整个那个马杜罗被带走这件事情啊，其实后来当然就是服了。副总统 Rodriguez 就是那个女的副总统，但其实包括像后来大家已经传出来，就是说，感觉上川普跟那个国务卿卢比欧啊，好像几个礼拜，这感觉起来就是好像这个副总统Rodriguez好像就是大家已经有一点默契，不能
能说是内鬼，但是有默契，他就是整个接得很顺，然后又说这个 Rodriguez 在经济上啊、石油上都可以配合，所以就大家都在讨论，就是说啊，然后又传出16亿新台币的这个天价的这个内应，那所以这里面大家在讨论，就是说那回来看，然后要加上刚刚任基哥那一张 FAFO。也用台语来讲的，原来讲在喝到那气矿买，就是这个意思。它是一脏话 ，F 什么 around and find out 啊，我用台语的是你喝到那气矿买，就是这个意思哈。但所以就大家在讨论说是不是贱，然后加上卢比欧也讲了一件事，就这一次马杜罗被逮走以后，他就说他也还有讲到中国，就是说不要去干预我们。这是我们的西太平洋的事情，就有点像门罗主义，就西半球就我们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好，那当然，那所以今天还有一个那个美国的一个。华盛顿时报的一个保守派的媒体，他就写了一件事，他就说，如果美国啊，就是北京如果打了台湾的话，美国会不会也做这个？就是他是说什么，就可能会逮掉目标啊，会一种苏莱曼尼式的这种无人机的这种斩首行动啊，目标将针对你中央政治局的常委的每一位成员，就7常委的每一个成员，当然也包括主席，中央军委会主席就习近平，所以有点在。媒体人写是他的预想了，但会不会这件事情跟习近平会不会哪天真的会发生这种事呢？你要知道一件事哦，最近前一阵也是那个去年，美国去年不是用那个钻地弹去炸那个伊朗的那些核设施嘛，在地板，去年6月的时候，那当然，结果同一时间就有媒体人就抛出来卫星照，就是说这个是北京西南侧一个青龙湖附近的一个地理的那个卫星空照图，那这个是什么呢？他在盖碉堡，盖可能他是说大概是1500英亩，那这个大概是五角大厦，美国那个国防部五角大厦面积10倍的一个地下碉堡。这个卫星空照图只能拍到上面，你看到这上面很多设施，然后但是至于它下面挖多深不知道，反正就是会挖很深。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北京未来的军事指挥中心，而且它是一个既然可以挖那么深的话，就是抗核弹啊，它抗所有这些哩哩扣扣全部都抗。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当然也是会预想到，就是说难免啊，就。人家说会不会哪一天中美真的会有一些冲突？可是现在看起来就是说，如果有这种直接可以把对方的领导人带走，或是直接就斩首的话，那是就不用那么复杂啦。那你说为什么我们会讲到这件事呢？因为这个跟去年北京的大清洗有关。你知道，就去年中共每年都会开那个中全会嘛，那去年是第20届的第4中全会，他们在中全会召开之前啊，他竟然。宣布由中共的军方宣布，就是说有9个中共的上将要被双开，这个很严重。双开就是开除党籍跟开除他的那个军方的位置。那9个上将一次开除9个呢，而且这里面还包括中共军委会的第2号人物，就副主席。何卫东，这何卫东以前是闽江新系，就是跟习近平走最近的，习近平还破格提拔他，他等于是习近平最亲近的军事伙伴。结果这个何卫东竟然也被列在那个被清洗的这个，就是被双开的这个对象里面，然后包括他的政治部主任，那个苗华也被开除当中。9个呢，中共也才30几个上将。然后你知道我们国安局长在立法院问询的时候有讲到一件事，就是说他们根据他们的长期的这个观测啊，中共32个上将里面呢，有超过一半哦，他们一整年没有他们公开的活动，也就是说这上将里面可能有一半都可能就出事。那你要想一件事哦，你习近平对这些上将、对这些军方做这种大清洗，当然你。名义上是反贪腐的，那是不是因为他们不忠诚？那相反的，你现在清洗了这些人以后，难道他都没有底下的部将？难道他都没有底下的这些过去把他拉拔起来的吗？所以一旦如果中美2个国家因为某一些事情造成冲突的时候，如果我要处理，比方说像这一次马杜罗的时候，会不会旁边有内应？会不会这些最亲近的？所以变成习近平现在每天的压力就在于说，他除了面对这些国防外交以外，他每天都在怀疑说，这个过去跟我最好的我提拔，我刚刚讲何卫东是他提拔他最亲近的军事伙伴，就也背叛他，照他的规定说背叛贪腐啊，那所以我要每年都活在这种惶惶不可终日底下。面凤，你去动委内瑞拉，然后你灌了他独裁贩毒或什么，川普去动格陵兰干嘛呢？然后结果搞到川普放话，他一定要格陵兰岛。然后那时候过程当中，不是他们还有人直接讲说不排除军事行动，结果那等到人家大举的抗议，然后那个卢比欧才说啊，当然他们会用购买啦或什么这些，然后搞到欧洲7个国家领袖发联合的声明，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西班牙、英国联合发声明，他动格陵兰对他虽然战略地位多重要，
你可以这样直接讲说我要。格陵兰是有点委屈啊，它在美国跟欧洲之间嘛，那它其实是丹麦的自治区，那当然就是它自治，大家不要看它那么大块，它其实是世界上它还是岛，但是世界上最大的岛，但是它是整个北极航线里面最重要的战略的这个据点，所以呢，当时川普一上来就说他要格陵兰了嘛，那现在就说那大家都猜说委瑞拉之后是不是哥伦比亚或什么的，结果不是，他就这个卢比欧就说他要格陵兰呐，哈，那还有那个米勒就是副参谋长就讲说，因为呢就整个一个战略来看，如果格陵兰属于美国呢，就是很完美的这个一个战略的部署，怎样之类的。那结果大家讲说，难道你要跟那个？去打那个，去抓那个委内瑞拉一样吗？委内瑞拉去打那个丹麦吗？丹麦你敢动吗？还是怎样？丹麦是北约的啊。对啊，那所以说这个后来他们的这个卢比欧就亲自去说，没有，我们绝对没有要用军事行动，我们顶多是用购买啊，哈，或怎么样怎样。那你购买就很难谈了啊，因为这个东西呢，这件事情已经触入欧洲了，欧洲就呛声说，如果你敢动格陵兰的话，那大概就北约就完蛋了。对啊，北约完蛋，那你对抗你在委内瑞拉跟中美洲的一连串的事情，通通是完蛋的。因为委内瑞拉是这个整个川普在就任之后，他整个一连串对中南美洲的一种反击。最开始的反击是巴拿马运河，他要求巴拿马政府把运河通通收回来，因为巴拿马运河的旧期是美国是可以控制的，但是后期通通是委托中国盖的，所以他们两国中间最近就在吵巴拿马，吵得不可开交。那再来就是洪都拉斯美国人几乎就是一样嘛，你给我选总统，选到我要的那个人为止，所以选到1个月，终于选到那个亲美派的，他才要终止。所以他对于他后花园的部分，他开始在整顿。那大家说打委内瑞拉就是打中俄的势力嘛，就是说因为你中国好像就是透过这个邦交问题，然后不停的在贩毒啊、卖毒给美国人，这个是川普的师出有名之处，是，但实际上面他应该就是打击他后花园的这个威胁的势力嘛。所以你这样子再去用武力去比喻这个，去取这个格陵兰，就是非常的不搭调嘛啊。你这样子再去用武力去比喻这个，去取这个格陵兰，就是非常的不搭调嘛啊！那如果你真的是用武力去打格陵兰的时候，世界上可就真的谴责你了。这个跟这个所谓委内瑞拉，我们也不是说委内瑞拉是应该要这样子被对待的啦，但是委内瑞拉至少你有一些。找个理由嘛，大义名分，比如说你真的抓到他在美国给你卖毒哈，那你这样，那问题是格陵兰有吗？格陵兰有人在这卖毒吗？也没有啊，只是他也是有丰富的石油的资源而已。那你就是动不动就我要这个地方，我一开口，然后大家就开始什么军事行动又来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可能像委内瑞拉这样轻举妄动，否则这个整个北约的东西，整个盟邦就瓦解之后，谁最高兴？就是中国跟俄罗斯啊。那你觉得美国你要做这种事吗 ？OK， 但元军，当然有人从另外，刚刚敏凤也有讲，不是讲说委内瑞拉就一定要被这样对待。那因为毕竟大家各自独立的国家，可是川普就是这样，他最起码打出师出有名的是贩毒啦，什么这些。当然也有人从另外的角度说，这就变成胳膊肘出的说话算。那对于老共会不会有另外一层的鼓励，会变成这样吗？因为到照理来讲，大家现在讨论的事情就是说，那美国去抓马杜洛到底有没有违反国际法嘛？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你不能够随便侵害到另外一个国家的主权嘛。那这次美国派飞机，然后派直升机，然后跑去那个委内瑞拉的境内抓总统，然后还杀了很多人，然后把他押到美国去，这个到底有没有违反国际法？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会觉得有吧。就是即便是他讲说马杜罗多坏啊，是一个非法的政权，然后他有什么毒品什么，但是这个都是委内瑞拉的国内嘛的事情嘛，你能不能跑到另外一个国家去抓人嘛？
那更何况就是那格陵兰，刚刚大家讲，那格陵兰不是更夸张？格陵兰你现在都还没有起诉他任何理由嘞，那你就说我要，然后给人家带来那个很大的威胁，所以现在不是感觉就是好像以后就是因为你拳头大，所以你说了算嘛。那所以那个彭博彭博的有一个报道啦，有一个学者就指出说，川普跑去委内瑞拉去抓人，可能会让中共觉得说强权才是真理啦。那如果未来对台湾动武的话，可能中共会认为说世界会更多人吞下去因为美国你看没什么人在谴责美国，连联合国照道理来讲违反联合国宪章都应该军事制裁、经济制裁，或者是至少发声明谴责，通通都没有。所以会不会有让他有这样的觉得不过那个彭博的报道，他还是稍微有讲一些讯息，大家比较安心的譬如说他说那个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中共要对台湾动武的话，代价一定会比美国去抓马杜罗来得大。因为你看这一次，大家一般会认为说马杜罗被抓，委内瑞拉发生这样的事情对其他国家影响比较不大。可是如果是台湾面临到这样状况的话，因为台湾有晶片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优势，跟国际连接比较多，所以呢，这个中共要付出的代价一定是会比较大然后还有就是他也要考虑到说，他如果说要对台湾怎么样的话，可能会跟美国或者是日本、韩国去交战付出的成本也会比较高，不像委内瑞拉，你看这么快总统抓走，这个事情好像就结束了，就结束了。所以那个中国有一个前外交官在同一篇媒体的里面就发表了，他就是说中国大陆还是会有自己的节奏啦，会按照他们的时程表跟他们的做法啦。前面觉得会鼓舞老共这一块吗？其实我觉得两件事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说台湾的地理位置，我们在整个一个经济的脉络，包括台湾海峡，整个在国际间大家的重视程度，还有我们在经济体的部分，OK， 那是无法相比的。所以我认为很难这样的一个比拟，但当然媒体就会这样的说法嘛。可是我还是认为说，台湾在中国的一个态度跟角度，全世界还是会看准了中国，你到底下一步要怎么做，还是会做第一时间的谴责，不会等你动作了，然后大家好像之后再来说，不会，你有任何的这个对台湾的一个所谓的不一样的角度，他们就会开始做一些态度的改变。OK， 我补充一点，很快。第一个，能不能有没有这个能力，我不讨论。这个中国会不会这样做，有没有这个能力，我不讨论。我讲，如果做了会怎么样？如果我讲要抓，应该会抓赖清德总统吧？不会抓我跟元之吧？抓我没有用。如果抓了赖清德总统，你认为台湾会怎么样？我告诉你，反共更坚决。所以两个国家不一样。马杜罗是在委内瑞拉里面造成了很大的负面的影响，让一个委内瑞拉本来是很富有的，变得很贫穷、很萧条。所以抓走，我看还有人摇美国国旗。那如果中国真的用这种方式把我们的三军统帅赖清德抓走了，马上萧美琴就宣布就任。然后呢，我告诉你，中国一辈子都不要想跟台湾谈，因为那种恨已经超越了制度，超越了两岸。所以我说，中国如果习近平了解台湾，千万不要做这种打算，因为你会让两岸越走越远，而且仇恨越来越深。那对国内政治来讲的话，当然，那在立法院里面蓝绿白之间到底未来会有任何一些合纵连横的变化吗？当然，柯文哲前主席去拜会老柯建明，然后他们之间对于不管总预算这些，当然到目前为止，那在昨天的时候，当然总预算跟国防特别预算还是挡在那个地方。那未来会有其他的转圜吗？可是任局，陈佩琪不会参选吗？这问题好难哦，因为那时候不是这几天才传的消息啊，现在是他自己发现，他自己跟你讲说，他包括他的精神状况啦各方面，他觉得可能没有办法负荷这些。显然过程当中一定有讨论过这些啊。但我觉得现在在民众党里面会传出什么样的消息，或未来发生什么状况，一点都不奇怪我跟你讲，就是说，对于民众党来讲，到目前为止，主体其实还是柯文哲本身。我现在讲是他领导班底用中国的叫法，领导班底嘛那除了柯文哲之外，没有别人。甚至连黄国昌，我都不认为他是一个现在被认为的是民众党的实质领导人。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比如说黄国昌最近一直在讲说，你们这些要选县市首长的就辞职嘛，对不对？然后结果有记者问他说可是问题是2022年的时候，你们也没有辞职啊。黄国昌的回答是什么？2022是2022。
现在是什么时候？他说是2025，不好意思，现在是2026哦，你搞错了哦。就是你会发现到，其实他那个话的意义是什么？2022是柯文哲，现在2025是我当家，2026啊都被他搞混了啊。2026是我黄国昌当家，不然他怎么会这个说法呢？可是问题就回来看，现在真的是黄国昌当家吗？如果按照黄国昌的说法，2025年12月24号，张启凯被提名说要去选嘉义，张启凯现在还在干立委啊。如果黄国昌是一个党主席，他有权利决定。当被问到陈昭姿的2年立委会不会被拿掉的时候，黄国昌敢做决定吗？也没有啊。要看谁？要看柯文哲。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很凸显出来是柯文哲的政治生命，只有柯文哲的指定人可以接。柯文哲公开讲啊，为什么找黄国昌？因为我觉得他 OK 啊。可是柯文哲居然炮出来一句，就说啊，你们民进党哦，以前怎么弄我哦啊，就弄了啦。但是你们不要弄黄国昌哦，你再弄黄国昌，我就跟你焦土。我跟你讲，这句话真的超有意思的，你知道吗？你怎么解读？我可以切好几句。第一个，你们以前弄我啊，弄了就弄了啦。意思是什么？我放下了。我放下了，你们弄就弄了嘛。后面你看柯文哲开始是不是有抛出有没有可能绿白合作的议题？他是不是带着陈昭姿去找柯建铭？结果到最后，为了陈昭姿去找柯建铭，结果陈昭姿被放在门外。陈昭姿进不去，然后跟老柯谈完之后出来跑出来新闻，不是老柯承诺说好吧，这个案子我们可以来帮忙，居然丢出来是柯文哲，柯建铭说那个总预算哦，是这样，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好，他的那一句话叫做你们弄我以前弄我就算了啊，现在你们如果弄黄国昌，我就跟你焦土。我现在再把这个话接起来。意思是什么？我觉得柯文哲已经认为黄国昌就是会进去了。现在你们如果弄黄国昌，我就跟你焦土。我现在再把这个话接起来。意思是什么？我觉得柯文哲已经认为黄国昌就是会进去了。柯文哲认为黄国昌司法跑不掉。最后结果怎么样，我不敢说，但是他觉得黄国昌会被司法缠身。但重点是什么？黄国昌的案子成为柯文哲政治之路重生的代理孕母。他在告诉大家，我柯文哲要出来搞政治，我要有正当性啊。他找到一个正当性是，只要黄国昌被弄，我就出来。那你想想看哦，如果国民党有个副主席啊，叫做萧旭成啊。他居然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什么？我是觉得替民众党担心啊，他哪有前后任2个党主席都遇到司法案件的？会不会接下来群龙无首？所以萧旭成说，我们要让国民党的支持者安心，我们要尽快定案。那个话也很有意思啊。柯文哲要是告诉大家讲，就是说你们不用担心哦，萧旭成你们都不要担心，今天没有黄国昌，就是我柯文哲出来。可是他总不能自己没事跑出来说我要搞政治。你看他先找了陈昭姿这个来做，接下来告诉大家讲说，黄国昌那个就是我柯文哲付出的时间啊。一中老师怎么解读那个搞什么搞我就算了，然后再搞黄国昌我就焦土？不是，话总是要这样讲，因为现在他的权力还没完全拿回来，所以这个时候当然要护着黄国昌，让这些小草们觉得说柯文哲5减5一嘛。因为过去他在狱中的时候，黄国昌也时不时办司法走读，还有人体冲浪，搞得柯文哲就是他也是有一些动作，所以反正其实刚才任俊哥呼应任俊哥的意思，柯文哲嘛，这样够冲差不多啦，一摘啊啦，所以一的行功，那现在反正就是嘴巴上对你讲很多好话，实际上是怎么帮你进去我也没办法，又不是我能做的，检察官。接下来还可以再继续消费。你看检察官，又是绿色打压，然后一方面怎么嘴巴上帮黄国昌声援，二方面他就觉得拿回他的权利。我说真的，虽然这样讲没有不厚道，但是如果柯文哲真的很想要救黄国昌的话，你第一个你就是2年条款，你就光黄国昌你就应该把他留下来，对吧？他都可以留陈昭姿了，为什么不能留黄国昌？所以黄国昌讲这句话其实蛮心寒，也有感觉说，你看陈昭姿如果是按照规定的话，2年条款应该大家都要取消。那为什么陈昭姿一个人工生殖法就可以留在里面？第一个，人工生殖法重要到那种程度吗？第二个，如果人工生殖法那么重要的话，那过去2年陈昭姿在干什么？我看你没什么动作啊。你快要卸任的时候，所以柯文哲很聪明啊。他是利用陈昭姿作为列解的工具，因为陈昭姿是代表过去是绿营出来的 ，OK， 而且陈昭姿在去年他有参加一个欧洲协会，所以我们的萧美琴才能去，所以陈昭姿其实在就是利用这个 icon， 然后去跟绿营做这个所谓的合纵连横啊，所以这里面柯文哲在狱中
跟把民众党几乎快要送给国民党是谁？是黄国昌。就是刚才讲说绿白之间，田飞，绿白之间真的未来会有这样的合纵连横的机会吗？然后我看民进党团有发一个声明，是讲说就算绿白合，底线是不能有司法交换，这什么意思？不能影响到司法独立。当然，因为司法独立这个是最坚持的，然后不可能说你蓝白合，然后之后你们企图去干预司法嘛，因为现在其实大家的官司都很多，那他们也怕说是不是会用什么样的条件，然后去做任何的交换。可是我一直以来我在很多的这个场合我都说，其实2026。国民党跟民众党在选举，他们一定合，不论是议员或是县市首长，他们一定合，因为他们的目标是2028，因为他们现在说的这些官司，他们看的是2028，他们认为说如果2028拿到执政权，对，然后他们就没事了，真的吗？原来大家逻辑都会这么简单直接这样想吗？真的？那这样司法不就是被大家拿来当做证据？你看嘛，当时候这个大罢免，最后他们民众党不是喊出来吗？就是说小草一定要出来，然后要声援这个国民党，要让他们大罢免大失败。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阿北就有机会了。他们也是这样说啊，当时他们的一个图卡是这么说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们现在的一个动机，和的一个动机。2028就是唯有他们拿回他们的一个执政权的时候，他们才会认为说，哇，司法的部分，这也是民进党为什么说，不要在司法的部分有动什么的一个脑筋。好，来，我们直接来，元之。所以你们的一切目标是为了2028拿到执政权以后，包括很多的官司都可以没有事，然后很多的这就影响到司法，会这样吗？我们是没有想到那边，但是我们会很希望2028蓝白合下架民进党，这是确实。不要在司法的部分有动什么的一个脑筋。好，来，我们直接来，元之。所以你们的一切目标是为了2028拿到执政权以后，包括很多的官司都可以没有事，然后很多的这就影响到司法，会这样吗？我们是没有想到那边，但是我们会很希望2028蓝白合下架民进党，这是确实。你看赖清德他当选，然后就职，一开始就搞大罢免，搞的社会对立成这个样子，没有看过总统这样子的。就是正式福国利民的不弄，就是搞斗争。本来就国家就希望能够团结嘛，大家都希望好好安居乐业，所以想要重新让这个政党轮替，当然是共同的目标。那2026当然就是2028的试金石啊。所以2026我们其实已经谈很久了嘛，也不是说忽然间才开始谈的。那所以主席才会讲说，希望3月前就可以有一个定案。那为什么他最近一直在谈这个事情呢？因为我们支持者就有点焦虑嘛。你看，以新北来讲，像黄国昌都一直在造势啊，礼拜6的时候还要去三重啊，哪里的嘛。然后民进党的苏小慧在跑啊，我们国民党就人都还没有确定啊，然后无声无息啊，所以主席才会一直讲啊，大家可能一直就说稍安勿躁啦，我们也有在规划啦，3月就会确定了。但是一方面就是确定说蓝白会合，另外一方面确定说。一切他都有在考虑，所以叫大家不要急。那这个我觉得2026蓝白合应该没有问题。没错，绿白之间会有任何空间吗？蓝白合会一路稳固到，然后到2028吗？田飞委员刚才直接质疑的是，为了2028的目的是希望把司法的问题全部都解决，会吗？不是，我是觉得白是有在想啦。我觉得这个柯文哲出来之后，他跟黄国昌就完全不一样嘛。黄国昌就站稳了，他是蓝白合的这个主要的支持者，可是柯文哲就展示他的政治手腕上面的暧昧。好，他就是会一面就好像我会倒这边，又会倒那边，然后他如果你陈昭是真的留下来的话，那这个牌就很重要啦。这个牌就是意义很不一样。蓝白还要签那个协议政党协议对啊，那但是签了有什么用呢？对不对？那你要先谈政见，再谈什么鬼的？那个什么，那也是没有用啊。大家，我觉得那个东西政治就讲现实啊。你签再多的协议，就像这个川普跟谁签的协议，恐怕也不是讲道理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也就是说，你柯文哲有没有这样想？
你觉得有？我觉得他一定有嘛，否则他为什么这样？所以说，为什么绿营先要发一个东西，我司法是不能够交换的？但是柯文哲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然后或者是说，一旦我这个不成功之后，我至少还可以拿绿营的东西来这个要挟蓝营，有些地方要让一下，否则我就回去，他就在做这个摇摆的东西。就一个政客来讲，他当然比黄国昌聪明太多了啦。那所以说，但是问题是你司法上面的交换，大家就一看就会看得出来。但是你可不可以，如果你换点别的条件的话，搞不好就交易成功了，所以绿白就有点可能了。OK， 来将军最后1分钟。我最后讲，黄国昌今天讲了一个大实话他说，还是要行政权，他还是要行政权，立法权没有，所以行政权。他说，可是他要表白，为什么我以前讨厌国民党，我现在跟国民党合作？他说，因为国民党变，所以我跟国民党合作。国民党变，对，国民党真的变了。国民党以前反共，现在反绿啊，国民党以前执政，现在在野。国民党以前保台，现在弱台。国民党以前不接触、不妥协、不谈判，现在是要接触、要妥协、要服从。国民党真的变了，变成不反共、不保台，所以是黄国昌希望这样，不对。因为黄国昌现在需要国民党帮他，所以跟国民党变了没有变，没有国民党真的，黄国昌在讲对，国民党真的变了，国民党变了，但是黄国昌需要国民党，所以他认为他跟国民党在一起才可以拿到行政权。OK， 没有行政权，他的立法权，说句实话，说柯文哲说收就收。在未来蓝绿白之间的合纵连横会不会有任何一些的变化性？2026、2028，那这2场大选未来会怎么样？大家都在观察重点。国际局势又会怎么样呢？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谢谢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